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8月21号，今天是星期四。好，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2集的词汇，欢迎大家。那么来听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哦。那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学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字“急”，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字，因为它有很多词汇，而且你常常会听到跟它相关的词汇。Hello Alexander， 欢迎。Hello Mandarin。好，那么我们赶快开始上课吧。春娇吗？春娇好。好，那么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更多关于急的词汇。那么这里有3个词汇，我们先念一遍：心急、心急、焦急、焦急、急躁、急躁。好，基本上心急跟焦急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你会觉得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可能发生了一些非常紧急的事情 urgent 紧急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心急 anxious， 你会觉得焦急 worried。 OK， 这2个词的意思差不多，急躁的意思不太一样。急躁的意思通常指的是你的个性 personality。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急躁的人。一般我们说急躁用在个性，这个人很容易生气，特别没有耐心，特别没有耐性啊，那么就可以说他是个急躁的人。你们是急躁的人吗？希望你们不是急躁的人，你们应该很冷静。好，急躁的反义词就是冷静 calm。 OK， peaceful calm。 好，你是急躁的人还是冷静的人呢？好，焦躁的话基本上指的是你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很不安 unease。如果你觉得焦躁，一般来讲，你可能遇到了一些让你不耐烦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焦躁。焦躁一般不是指个性，而是那个时候你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烦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焦躁，很焦躁。好，特别是遇到让你很烦 annoyed。你会 feel annoyed， 所以焦躁我觉得可以翻成 annoyed。 好 OK， 那么我们来看题目：躁、很、他、急，做事很没耐心。好，这里呢老师告诉你们，你也可以说耐性，做事很没耐心，做事很没耐性都可以，2个意思都一样。好，很没耐心，很没耐性 impatient。 好，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他很急躁，做事没耐心，那表示这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 个性很容易发脾气，没有耐性好，欢迎艾云 Sicom Benny，还有林子、裴静、雅玲，还有佩霞，欢迎你们。南武。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心、要、不、急，先冷静下来。好，老师刚刚说急躁的反义词就是冷静。冷静除了当形容词之外，也可以当动词，就像英文我们说 cool down calm down， 就是冷静下来。中文要说冷静下来。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心急、很急躁、很焦急，可能他发脾气了，
你希望他 calm down， 中文要说冷静下来，冷静冷静，你可以说冷静 calm down， 冷静下来好，非常常用的一个形容词。好，不要心急，先冷静下来，答对了。好，欢迎 Hardwin Alexander 吉明。对，各位同学，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很 anxious worried impatient， 你都可以说不要心急，不要焦急，甚至你可以说不要急就可以了。不要急，不要心急，不要焦急，都可以用都可以用。然后再跟他说 calm down， 冷静下来。好，加个先就是 first， 先冷静下来，有什么事等一下再说，你先不要生气，你先不要发脾气，你先冷静下来。 OK， 好，这个词汇请你们记起来。好，我们来看下面。好，教陈太太很急，因为 because 因为她的孩子走失了。好，什么叫走失了？如果你带着小孩去超市，小孩呢不见了，小孩走失了，就是你找不到你的小孩了，你的小孩可能迷路了，或者不晓得走到哪了，你就可以说我的孩子走失了，表示 lost get lost， you cannot find your kid missing。 OK， 走失了。好，这个记得这个词汇哦。好，裴静说陈太太很焦急 anxious， 为什么？因为她的孩子走失了。好 because her kid was lost。 好 OK， 或者你可以说不见了，因为她的孩子不见了。好，不见了就是 be lost， 一样的意思哦，走失了或不见了。好，不过走失了一定只能用在人的身上，不见了可以用在物品上面。我的手机不见了。好，你不能说我的手机走失了，不行，因为手机不会走路，对不对？走失了一定用在人的身上，不见了用在物品或人的身上都可以好，我的手表不见了，可以好，陈太太很焦急，因为她的孩子走失了，很棒可以用着急，可以陈太太很着急，可以的这些词汇的意思都很像，心急、焦急、着急、急，它的意思都差不多好，我们来看下面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支持老师的工作。好，大家要记得支持我好，蓝墨欢迎你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下面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急的词汇，老师今天挑了几个比较难一点的。如果你的水平比较高，可能你是 HSK 3级、4级甚至5级，这些词汇对你来说都是很棒的，值得学习的词汇。我们来一个一个介绍。第一个，急事，表示这件事情很紧急 urgent matter， 这件事情很紧急，可能马上就要做，马上就得解决，急事。急救，好，急救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可能昏倒了，要急救，可能心脏病 heart attack， 心脏病发作了，他需要急救。好，如果这个人需要急救怎么办呢？你应该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救他，对不对因为一般我们不会急救，我们可能会人工呼吸，对不对？会帮他先做一下人工呼吸，英文怎么说？人工呼吸，先帮他急救一下。那如果你不会人工呼吸，那要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来好，急救。再来急诊。好，急诊一般是指医院里面呢有一个地方，
他会负责一些情况比较紧急的病人，这个英文叫 ER， 就是这些病人可能出车祸了，或者他突然他有很严重的病，他的病发作了，必须要赶快处理，你就要把他送急诊，送急诊啊，mouth to mouth， really？ 真的吗？乔马真的人工呼吸是 mouth to mouth 是不是？Compressions OK， 人工呼吸有可以压心脏就可以的，对不对？这种的人工呼吸也有这种的人工呼吸，可能他们的英文不一样吧。好的，急诊，如果这个人突然病发作了，那我们要赶快把他送急诊。那我们呢，这个 ER 其实呢它是急诊室，有没有人帮我打一下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所以急诊我们中文会说送急诊 like send somebody to ER。 那如果是那个地方，我们中文叫急诊室急诊室对，很好，急诊室。Mandarin 说前几天他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人他有学过人工呼吸，你也可以说学过急救，所以如果有人突然昏倒了或心脏病发作了，这个人他会急救。如果你不会急救，如果你不会人工呼吸，那么你就要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好的，裴静说的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好像不是，我觉得不是我再去查一下好了。好，门诊不一样门诊的意思跟急诊是不一样的。门诊是你到医院的时候，你要先留下资料，你要先挂号，对不对？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门诊一般来讲是诊所的时候或者当然医院也可以，你要去医院留下资料，你要先付挂号费。好 OK， 急性子，哇，这个是很口语很常用的，形容一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 很急躁，做事情很急，他可能不经过思考。如果一般说一个人是急性子，一般来说就是说他的个性很急，什么事情呢都做得很快，可能做得不太好，然后做很多事情他都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经过大脑，这个人是急性子。一般来说是贬义的，是负面的意思这个人太急性子了，做事情都不经过思考，马上就想要做，都不去规划一下，急性子希望你不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好的，我们做题目，急事我先走了 I'll go first, I'll leave first。 好，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我有急事，我先走了。好，这题太简单了好，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急诊室你到医院去的时候应该都看过急诊室，对不对好，那么有时候我们学一些急救的方法很有用，如果你遇到了心脏病突然发作的人，突然中风的人，如果你会一些急救的技巧，那是很棒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急诊去，快送他，老李心脏病发作了。好，什么叫发作？就是可能是你的病，或者是某一种状况发生了，发作就是开始了发作了。一般来讲我们用在病上面心脏病发作了，就是他本来就有心脏病，然后结果那一天他的心脏病发了，心脏病突然发作了我们中文说发作是很常用在病上面的好，老李心脏病发作了，表示他突然有了这个病了好，急诊去，快送他，答对了，很好。老李心脏病发作了，快送他去急诊。好，你也可以说
快送他去急诊室。好，你可以加个室啊，快送他去急诊，快送他去急诊室啊，都可以。好，欢迎这个慧君、汉奸啊，还有谁我没有念到的？好，欢迎大家哦。老李心脏病发作了，快送他去急诊。好哦 ，Solace， 谢谢你啊，支持我。好久没有人支持老师了啊。好，谢谢 Solace，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你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急性子是个我没办法慢慢等。如果这种个性就是很暴躁，通常啊，或者是没有办法等，他一定要赶快把事情完成，但是一般都没有经过思考，或者这个人个性比较焦躁一点，急躁一点哦。好，月莹，欢迎月莹哦。防跟是一样吗？有点不一样，这个很复杂。有些时候我们得要用防，有些时候要用是。一般来说，防会比是大一点，防比较大一点，是比较小一点。一般来说哦。好，我是个急性子，没办法慢慢等，因为我的个性很急，我希望事情赶快完成，我希望你赶快来，什么事情都希望快哦。好，我是个急性子，没办法慢慢等。可能你们有些人的个性就像是个急性子一样，你没有办法等，你没有办法把事情放在那里，你一定要赶快完成。这种人是急性子，当然一般来说是贬义啊，可能也是中性的哦。如果你的个性很急，一般来说也 OK， 一般来说他是个急性子，一般都是贬义的比较多，贬义的比较多。对，好，你们是个急性子吗？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说急性子人，没有这样的表达。急性子就是人的意思了啊，他就是人的意思了。我是个急性子，我是急性子就好了啊，不要再加上人啊。急性子就是指人，我是个急性子就好咯哦。OK， 记得，没办法慢慢等，没有办法等，我一定希望事情要赶快做好。好，有些人是急性子，不一定不好啊，不一定不好。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急救。小林需要，他突然昏倒了。好，小林在这里，他昏倒了。OK， 急救，小林需要啊，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很着急，她很心急啊，很焦急。为什么？因为小林突然 suddenly 突然昏倒了。好，这题答案是什么？很简单，你们答案一下就写出来了。小林需要急救，他突然昏倒了。小林需要急救，他突然昏倒了。那可能你会拜托路人 passers by， 拜托路人，哎，你们谁会急救的？赶快来帮帮他。你们有没有人会急救？赶快来帮帮小林，他昏倒了。第二个方法，你会打电话，打电话叫救护车啊，救护车赶快，我们这里有人昏倒了，赶快来救他啊。所以如果你遇到有人突然昏倒了，你可能会有这两个方式。第一个，向路人求助，哎，谁会急救的？赶快来帮帮他，他昏倒了，他突然昏倒了，谁会急救的？赶快来。第二个方法，你会拿起手机，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救护车吗？赶快，我们这里有人昏倒了，这里的地址是88888888888，赶快，有人突然昏倒了，那救护车就会赶快来啊。好，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知道怎么用中文来反应，怎么用中文来处理。刚刚老师已经教你们了。如果下一次你真的遇到有人突然昏倒了，或者是心脏病发作了，或者是突然中风了，
第一个方法，赶快向路人求助；第二个方法，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好，把他送去急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了，希望你们有学习到很多关于急的词汇，然后遇到了紧急的状况，你也记得要怎么处理。老师刚刚已经教你们了，有些紧急状况要知道怎么用中文去表达好，那么我们下星期见咯，大家早一点休息，晚安，拜拜。